为了500英镑，他将自己分2次卖给了一名富商。第一次是旅馆里的3个夜晚。The fire gives more light than one expects. Does it trouble you? 他单纯而未经人事，不过是为了替父还债，而他背对着他，神情复杂，似乎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许是因为类似的遭遇，3天的秘密相处，竟让2人心底各自萌生出若有若无，却又无法言明的情愫。I don't want to know your name. I don't wan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you. 10个月后，他忍受着剧痛，为他诞下了一个女儿。只是没等他瞧上一眼，孩子便被匆匆带走。这便是他们的第2次交易。在这场交易中，他曾承诺永远不会去见自己的孩子。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本记录着对女儿思念和祝福的日记本却越写越厚，内容也逐渐由祝你生日快乐变成了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 I don't forget you. 7年的苦苦寻觅，罗丽尔奔走于世界各地，终于还是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恰巧对方正在招聘家庭教师，而他凭借出色的学识和见解，成功拿下了这个岗位。在和仆人的聊天中，罗丽尔得知女儿的名字叫路易莎，同时他还发现，提起路易莎，这里的人似乎都有些害怕，甚至是厌恶。 Master bought from a gypsy for half a crown. Think she's quite a little lady, but she don't fool me. 打听到女儿的位置，罗丽尔迫不及待地匆匆赶往。打开玻璃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湖心亭，而里面坐着的正是他思念了无数个日夜的女儿。带着一丝惊慌，他急忙躲到房内，隔着结满玻璃的双花，静静看着那个身影由远及近，忐忑、激动、愧疚、期待。他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她，只好抑制住内心的冲动，假装成是初次见面时的模样。 Who are you? Miss Laurier, your new governess. Then bugger away, lady. 眉头略微收了收，蛮横而无礼。他似乎明白了仆人们害怕他的原因，而那个将女儿宠成这般的男人也很快回到了家里。罗丽尔站在窗前，看着女儿熟练地踩向他的肩头，面露开心的样子，嘴角也跟着上扬起来。至少他享受到了足够的父爱。怀着忐忑的心情，罗丽尔深吸一口气，走下楼梯，出现在了查理斯的视野中。而在看清那张脸庞后，查理斯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继之而来的是惊恐。他将罗丽尔带到书房，声色俱厉地质问他为何会在这里，并希望他赶紧离开。 I wanted an heir. I wanted a child. Is that so wrong? I swear to you, no one will ever learn the truth from me, not even Louisa. 面对罗丽尔的再三请求，查理斯并不想听其解释。他找到管家，希望可以尽快将罗丽尔辞退，但管家却解释，根据协议，解雇必须要有提前1个月的通知。没办法，查理斯只好暂时妥协。他将罗丽尔带到一个房间，房内床上躺着一个瘫痪的女人，正是查理斯照顾了10年的妻子。他让罗丽尔在此发誓，会永远守护2人间的秘密。 I swear. 此刻罗丽尔才明白，这正是多年前让他和查理斯相遇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缺乏母爱，罗丽尔很快发现，路易莎的问题不仅仅是蛮横无理，同时还伴随着同龄人少有的孤僻和冷漠。 You're poor, I suppose. Yes? I don't have to do what you say. 他还发现，只要父亲不在家中，路易莎就会独自躲进湖心的那处亭子中。似乎于他而言，那是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意识到女儿问题的严重性，罗丽尔找到查理斯，希望能采取更加严厉的教育措施。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 None. If her lessons give her no pleasure, why should she endure them? 查理斯不知，罗丽尔的这番话并非是征求意见，而仅仅只是一个通知。为了让路易莎静下心来学习，罗丽尔将她锁在房中，并定下规矩，只有上完课才会放她出去。很快，听到尖叫的查理斯匆匆赶来，他带着愤怒，命令罗丽尔打开房门。 Would you ever grow up ignorant and friendless? And not have her imprisoned? She cares for no one but you, and so no one cares for her. 见命令行不通，查理斯开始上前抢夺钥匙。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罗丽尔奋力反抗并甩开了他。 You want her to love you. I want her to be loved. She won't have you forever. 查理斯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他又何尝不知女儿的性格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没了父亲撑腰，路易莎干脆躺在地上一言不发。她打翻刚送来的午餐，以表达内心的抗议和不满。可罗丽尔却没有丝毫退让。 If you won't eat, then neither will I. 僵持之中，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见路易莎平静一些后，罗丽尔试探性地问起了湖心的那个亭子，却不想这一问再次让路易莎激动起来。他警告罗丽尔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否则后果自负。刚说完这句话，眼眸便被桌上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所吸引。 What are these stupid lessons anyway? Louisa loves Papa. Louisa loves grass. 有趣的画面组合顿时勾起了路易莎的兴趣。她略微思考，将画面进行了新的组合。Papa loves sheep.
You see, it's not hard. 这天晚上，罗丽尔来到路易莎房间，轻轻吻向了她的脸颊。只有在女儿熟睡时，她才敢展示被自己深埋心中的那份母爱。由于每次上课，路易莎总会被迫与父亲分开，她本能地以为父亲与自己正在变得疏远，而罪魁祸首就是罗丽尔。Servant,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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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ant。一声声的吓人传入耳中，罗丽尔没有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颜料，尽数向前方洒去，随后拿起另一瓶，泼在了自己脸上。I'm not a servant. I'm a prisoner. So will you be when you grow up. If you marry, everything you own will become the property of your husband. If you don't marry, every profession will be closed to you but one. That one is a life of loneliness and humiliation. They lock you up, Louisa. But there's one door they can't lock. They can't imprison your mind. That's why I want you to learn to read. I want you to have your own life. 路易莎不再吵闹，她也无法理解此刻罗丽尔说的话，但不知为何，看着眼前这个眼角泛泪、一脸认真的女人，她感受到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关心和疼爱。打这以后，路易莎一改前态，她不再恃宠而骄、蛮横无理，而是可以安静地坐在桌前，进行一整天的学习。当孤独的空缺被填上，路易莎封闭的心灵也悄然为罗丽尔打开了一扇窗。火堆旁，她告诉罗丽尔，那个生病的女人并不是她的亲生母亲。Yes, I know. My real mother's not sick. Where is she? It's a secret. Do you ever see her? Of course, every day. What do you do with her? Just be with her. 这一刻，罗丽尔才终于明白，原来那处湖心小亭正是寄托了路易莎对母亲思念的地方，而现在她就坐在她的身旁，却不能将实情告诉她。罗丽尔的聪慧和坚韧很快就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感，包括在此做客的查理斯的朋友。他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对罗丽尔的欣赏，希望能和她有进一步的发展。查理斯听在耳中，只是声色一笑，却不知一丝不安早已爬上了心头。 I leave tomorrow. I don't have that much time. You better ask her then. 第二天，朋友单独找到罗丽尔，他开门见山，直接表明心意，询问罗丽尔是否愿意嫁给他。无疑，对于这位甚至比查理斯还要富有的男人，是罗丽尔此刻更好的选择。但他还是选择了婉拒。目送着朋友离开，查理斯转身，长长的呼了一口气。他这才意识到，原来7年前那若有若无的爱，始终在他心底没有散去。当晚，查理斯叫住罗丽尔，试探性的询问为何拒绝他的朋友。罗丽尔说是因为路易莎。听到这个回答，查理斯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The fire gives more light than one expects, doesn't it? 此话一出，罗丽尔的嘴角渐渐露出笑意，而查理斯看着他，思绪也跟着回到了7年之前。 The fire gives more light than one expects. 四目相对，被两人铭刻在心底的那份微妙情愫，这一刻被无限放大。不巧的是，管家的出现打破了这份暧昧。可爱情的星火一旦被点燃，只会越烧越猛，它无法扑灭，更非是克制就能掌控的东西。这天上完课，罗丽尔为女儿盖好被子，在书房中再次遇见了查理斯。他先是询问女儿最近的学习状况，随后在微弱的火光中提起了7年前的那段时光。查理斯预感到自己对罗丽尔的感情愈发难以克制，他希望这段感情不再继续，同时又抱有极大的期待。 Just tell me that time is over and can never come again. 查理斯不知，罗丽尔又何尝不是在克制自己。而当他们四目相对，眼神交融时，所有对话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这一夜注定是浪漫和温柔的。次日清晨，房外大雪纷飞，罗丽尔仰头长啸，那些被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无奈，此刻尽数宣泄而出。就在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时，查理斯的父亲回到了家里。他一眼便看出儿子和罗丽尔间的关系不简单，但他并未说破，而是单独找来了罗丽尔，然后告诉他 Good for you, Missy. Good for you. But you're right, of course. He's my boy. 查理斯一直守在房外，见罗丽尔出来，两人都未说话，只是相互依偎，双手紧紧地扣在一起。这一幕刚好被远方的路易莎看在眼中，她伤心地跑开，再次躲进了那处湖心亭。罗丽尔远远地看着，她知道女儿又在想妈妈了。She pretends she has a mother there. I know, we're all pretending. 看着陷入孤独的女儿，查理斯的内心也十分煎熬。他曾想过无数次，就这么带着女儿和罗丽尔离开这里，什么都不去管。可现实是，不管是对家族还是亲人，他都有着必须要承担的责任。第二天清晨，路易莎推开房门，瞧见了躺在父亲身边的罗丽尔。
他没有吵闹，也没有愤怒，只是轻轻关上房门，麻木地朝着湖边走去。这一刻，他以为父亲抛弃了自己，也抛弃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踏上薄薄的冰面，他想和心目中的母亲说说话，却不知真正的母亲就在他的身后。 Louisa, come back! It's not safe! Louisa, don't leave me! 冰面破裂，罗丽尔心头一紧，不顾一切地向湖水中冲去。他忍受着疼痛，用身体撞开锋利的冰层，潜入寒冷的湖水，这才将路易莎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回到房间，罗丽尔轻抚女儿的额头，吻向她的脸颊，柔声说道 I'll never leave you. Never. 罗丽尔不知，路易莎其实并未睡着，她静静看着前方正在添置炉火的身影。一个大胆的猜想涌入脑海。不久后，由于查理斯父亲的挥霍无度，家族欠下了巨额债务，就连这座房子也很快会被强制收回。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查理斯一家面临的将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可瘫痪在床的妻子，又怎能受得住艰苦的四处飘零？这一晚，查理斯在妻子身旁坐了很久，他守了她10年，却从来不知妻子是否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活着。而在他饱受煎熬的同时，妻子又是否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良久的沉默后，查理斯起身，熄灭炉火，打开窗户，最后掀开了妻子身上的棉被。 Take my beloved wife. 第二天，妻子离开人世，所有人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于他而言，这或许正是一种解脱。而罗丽尔苦苦等候了7年的爱，随着这场葬礼的结束，也终于迎来了曙光。与此同时，早已心生疑虑的路易莎来到了罗丽尔房间。一番寻找下，她翻开了桌上的日记本，而那个大胆的猜想，此刻已然已经有了答案。 Why did you give me away? I didn't. I sold you. How much for? £500. Is that a lot? It's a fortune. I'm glad it was a lot. 罗丽尔弯腰轻轻一吻，随后将路易莎抱起，而那一声声她做梦都想听到的妈妈，此刻终于如银铃般温柔却又猛烈地涌入了耳中。人生有时候很漫长，漫长到总会有意外闯入其中，我们总是一边安慰自己，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又一边紧紧攥着过去不肯松开。殊不知如此反复，时光也常常会无能为力。或许我们可以勇敢诚实一些，去试着看清自己的内心，试着放下早该结束的人和事，试着去抓住当下救赎的契机。只有这样，时间才会是一剂良药，迟来的春天也方能化开冻结已久的冰层。